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丽丽，今天来帮助大家解决提高基础代谢的问题。因为提高基础代谢会让我们的减肥更加容易。那基础代谢是什么呢？基础代谢是指我们的身体在自然温度环境中，在静止不动的状态下维持生命所需消耗的最低能量。这些能量呢，主要用于保持各器官的机能，比如呼吸、心跳、腺体分泌、过滤排泄等等。那么基础代谢呢，会随着年龄增加或者体重减轻而降低，而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而增加。我们30岁时呢，会比20岁时每天要少燃烧将近100大卡的热量。但是呢，不要因此灰心。今天我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，可以挖掘身体燃脂的潜能，让我们加速燃烧体内的脂肪。那么第一点就是不要猛减我们摄取的热量。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懂得自我保护。如果你突然给它减掉1000大卡的热量，那不用2天，你的身体会以为你在经历饥荒，会自动减缓你的基础消耗，以免以后持续亏空。所以你刚开始减肥时呢，建议热量缺口最好控制在300到500大卡之间，不要超过500大卡。第二点呢，也是我絮絮叨叨无数遍的，就是蛋白质的摄取量一定要保证，至少呢是你身体重量的1到1.5倍，有锻炼增肌的人可以达到2倍以上。摄取足量的蛋白质会让我们每日多燃烧150到200大卡的热量。那么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很高，因为呢，蛋白质主要是由氨基酸组成的。我们的身体分解蛋白质需要3到4个小时，那相比之下，身体分解精致碳水化合物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那分解脂肪呢，则更加迅速，比分解碳水还要快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你吃了蛋白质丰富的一餐后，你更不容易感到饥饿。但是呢，也不是意味着蛋白质就多多益善。那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每日蛋白质摄取应该占总热量的25%到35%。另外，如果有肾脏疾病的朋友，比如慢性肾炎，确实要注意控制蛋白质的摄入。那么第3点就是多吃好的碳水化合物，精致碳水化合物，比如说米饭、包子、面条、挂面、蛋糕、饼干等等，那么都会刺激到我们身体分泌更多的胰岛素。那胰岛素呢，会促进脂肪在体内的储存，同时会增进你的食欲。那么你可以回想一次上次你吃蛋糕或者冰激凌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口接着一口，吃完还想吃？因此我们在选择碳水化合物时，应以含高纤维者为佳，比如各类蔬菜、低糖分的水果以及全麦谷物等，它们都属于好碳水化合物。那这些食物呢，对我们胰岛素水平的影响很小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必要说完全戒掉精致碳水，偶然作为小小的奖励也还是可以的。我在我减肥27公斤那期视频里边也说过，偶然早上也黑咖啡就着一块小巧克力吃，那么你的身体开心了，心情开心了，你才有持续减肥的动力。那么第4一点就是补充足够的钙质，富含钙质的食物呢，必须天天有。我们平时可以通过摄取牛奶、加钙的无糖豆奶、椰奶、杏仁奶、豆腐、芥蓝、菠菜等食物来补充钙质。足够的钙可以增强我们的代谢水平，提高了燃烧脂肪的速度。那么我们每日需要摄取多少钙才好呢？成人的话一般是1000毫克左右的钙，那么50岁以上的成人则需要摄取1000到1300毫克的钙。那么第5一点呢，就是补充铁质。铁质对健身十分重要，如果铁质摄入量不足的话呢，肌肉就不能将充足的氧气运送给我们的细胞，从而降低了新陈代谢水平。成年人每日应该补充18毫克的铁质，你可以多吃如猪瘦肉、牛肉、鸡肉、大豆等铁质丰富的食物。第6一点就是减肥期间一定要戒酒，拿酒杯时呢一定要三思，不行的话呢就捏一捏自己腹部的脂肪。那最近呢，有多项研究表明，餐前饮酒会使人多摄入200千卡的热量，而且呢，身体在发挥新陈代谢功能时，首先燃烧的是酒精中所含的热量，也就是说，其他饮食中的热量有可能作为脂肪储存在你的皮下。
第7点就是分时间段健身燃脂效果更加明显。我们可以将每个锻炼项目分成2段进行，比如早饭做15分钟的力量练习，然后午饭或晚饭后做30分钟的散步运动，这样每天会多消耗100到200大卡的热量。如果你没有时间锻炼，那么1天之内呢，多爬几趟楼梯或者多做一做家务活，对消耗热量也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特别值得一说的是，早上空腹时间，如果你稍微的运动一下，那么可以非常有效提高你一整天的新陈代谢。第8点就是用运动赶走经前综合症。每当月经到来前，那么我们都会情绪波动，而且肢体肿胀。大多数女性朋友就喜欢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。其实呢，如果在月经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进行健身训练，会帮助我们减掉更多的肥肉。女性在从排卵到月经来潮的时间内进行锻炼，能比平时多燃烧掉30%的脂肪。因为呢，在经前这段时间内，雌激素与孕激素的水平达到分值，这些激素能够促进机体利用脂肪作为能量。第9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睡眠不足会超级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。那么研究发现，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不规律的人，生长激素的分泌呢会显著的下降。生长激素跟我们的减脂增肌都有关系，它可以加速脂肪的分解，生长激素的生成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，同时抑制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，使机体的能量来源由糖代谢向脂肪代谢转移。简单的说就是不管减脂还是增肌，生长激素都非常重要。那么另外呢，每天睡眠低于6.5小时的人更容易发胖，因为睡眠不足会使我们分泌更多的饥饿荷尔蒙，你就会老是觉得饥饿，然后又由于过食而导致肥胖。人体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生长激素都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才分泌的，那么经常熬夜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形成内分泌失调肥胖。另外，睡眠不足的人，瘦素的分泌水平也比较低。有一项研究让受试者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减少到5小时，结果呢，他们的瘦素水平都降低了 15.5%。这些数据都说明睡眠不足导致瘦素水平下降，你就当然受不了了。第10点就是保持心情愉悦。那么长时间精神压力过大会使人发福，当人的精神压力长期过重时，机体内的压力激素便会旺盛的分泌，那么这不但呢会刺激腹部深层脂肪细胞体积膨胀，而且会促使脂肪存积在腹部。腹部深层脂肪的极大增加，会增加人体患上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癌症等疾病的几率。那么另外呢，压力激素还能增进食欲，导致你吃的更多。特别是很多职业女性或者独自带孩子的女性，在情绪这方面要特别注意掌控自己，否则压力太大时就容易暴饮暴食。最后一点就是请检查甲状腺水平，如果怀疑自己的基础代谢水平低下，你也可能是患了甲状腺功能低下症。那么据调查，在美国有 25% 的女性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，其中呢，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患了这种病。甲状腺控制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，因此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首发症状之一就是体重增加，所以必要时可以去医院检查。如果确实患了这种病症，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甲状腺素治疗。等到甲状腺素水平恢复后，那么多余的脂肪便会渐渐的从你身上消失。那么好，今天一共给大家分享了11点增强我们基础代谢的办法，希望大家可以去一一尝试，从而达到提高我们的减脂效率，让减肥变得更加轻松一些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